航空母舰是美国在全球彰显军事存在的重要武器平台。尽管福特级航空母舰已经问世，但是目前美国数量最多的航空母舰依然是尼米兹级。作为美国海军的第二代核动力航母，尼米兹级自1975年问世以来，便成为美国海军最重要的作战单元之一。全部10艘尼米兹级依然处于服役状态，分别部署在美国太平洋舰队、美国大西洋舰队以及美国欧洲舰队。尼米兹级在过去的数十年间，曾长期占据着世界最大水面作战单元的位置，也几乎参与了美国所有重要的军事行动。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美国海军的核心战力——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尼米兹级以2战时期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切斯特·威廉·尼米兹上将的名字命名，是美国海军最重大的武器研制项目之一。尼米兹级长约333米，满载排水量超过10万吨。在福特级出现之前，尼米兹级航空母舰是美国海军建造的最大水上作战单元。尼米兹级采用了2座压水式反应堆作为主动力单元，最大功率约26万轴马力，推进系统主要包括4个大型螺旋桨，最高航速可以超过30节。舰上核反应堆的预计使用寿命在50年以上，燃料更换周期在20年左右。根据规划，尼米兹级共建造了10艘，全部由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纽波特纽斯造船厂建造。首舰尼米兹号于1975年5月投入使用，10号舰布什号于2009年1月投入使用，正式的舷号为 CVN68 到 CVN77。自1970年代以来，尼米兹级航空母舰成为美国海军向全球投射战略力量的重要武器，参与了包括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阿富汗战争在内的美军几乎所有重要的军事行动，并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尼米兹级航空母舰采用了平直甲板设计，舰载机采用弹射辅助起飞加拦阻索降落的模式。舰上拥有4座升降机、4台蒸汽弹射器以及4条拦阻索，可以在每20秒弹射一架作战飞机。与滑跃式起飞方式相比，弹射起飞允许搭载的舰载机种类相对丰富，既可以搭载固定翼舰载机，也可以搭载小型固定翼预警机和运输机。每艘尼米兹级大致可以容纳64架舰载机，其建造成本大约接近如今的100亿美元。尼米兹级航空母舰的设计长度约333米，宽度约77米，吃水约11米，具体成员的尺寸略有改变，但大致与设计标准相同。尼米兹级最初的设计吨位在88000吨左右，随着舰上设备的增多，最终的满载排水量已经超过10万吨。尼米兹级的出现是为了替代原有的企业级和小鹰级航空母舰，并在两者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改进。相对于企业级，尼米兹级仅使用了2个反应堆，相比于企业级的8个反应堆，尼米兹级获得了更多的空间来容纳航空燃料和补给品。舰体内部的机库全部使用了厚重的防火门，舱内也使用了阻燃材料。美国海军期望尼米兹级可以在冷战期间为世界各地的美军基地提供支援，必然要采用核动力驱动以保证持久的续航能力。尼米兹级航空母舰的任务定位最初为攻击优先，在卡尔文森号及之后的尼米兹级也被赋予了反潜能力。尼米兹级航空母舰参与的任务类型多种多样，包括海上和空中封锁、对地火力支援和战术接应等等。作为美国唯一具备建造核动力航空母舰的设施，所有10艘尼米兹级航空母舰都是在1968年到2006年由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纽波特纽斯造船厂建造。为了建造尼米兹级航空母舰，
纽波特纽斯对船坞进行了大幅的扩建，令其长度达到662米。从罗斯福号开始，航母的建造开启了模块化模式，通过龙门吊将各个部分组合到一起，并进行分段焊接。由于各大模块可以分别开工，极大提升了工作效率。在应用模块化制造模式之前，尼米兹级的完工时通常在5年左右。在应用了模块化制造模式之后，尼米兹级的完工时普遍在3年左右。尼米兹级的主动力单元为2台压水式反应堆，分别位于独立的隔层之中。其运行原理是通过核反应堆的核聚变效应，产生大量的热能，再通过热能将水加热成为水蒸气，最后由水蒸气驱动4台蒸汽涡轮机运转，进而带动4个巨大的青铜螺旋桨转动，为船体提供动能。尼米兹级拥有4个螺旋桨，每个螺旋桨的直径约7.6米，重量约30吨。在螺旋桨的后方是2个高8.8米、长7.7米的大型方向舵。除了舰载战斗机以外，尼米兹级也配备了有限的防御武器，包括2到3套美国海麻雀或改进型海麻雀舰载防空导弹系统，2套美国拉姆舰载防空导弹系统，以及3到4座美国密集阵进破武器系统。自尼米兹级的4号舰罗斯福号以来，尼米兹级航空母舰在船体内部重要空间内加装了凯夫拉装甲。早期建造的3艘尼米兹级也已经完成了加装工程。除了拦截式防空武器外，尼米兹级通常还配备了英国贝仪系统公司研制的红外诱饵和薄条发射系统，用以配合干扰反舰导弹等制导型武器的攻击。在面对鱼雷武器的攻击时，尼米兹级通常配备了拖曳式鱼雷诱饵，通过模拟舰艇声音来诱导鱼雷的被动声纳系统，使其偏离轨道。除了使用舰载电子战机外，尼米兹级本身也配备了舰载电子战系统，可以对目标的雷达信号进行干扰和诱导等操作。为了进一步提升应对鱼雷的防御能力，尼米兹级的10号舰布什号于2013年开始了新型鱼雷防御系统的测试。这套系统不仅可以对来袭的鱼雷发出预警，还可以通过硬杀伤的方式摧毁来袭目标。该系统原本计划在美国现役所有航空母舰上安装，然而由于可靠性不达标，美国海军已经暂停了该项目的各项测试工作。已经安装的系统也将于2023年之前被拆除。除了常规武器外，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航空母舰上就可能部署了战术核武器。美国方面既没有证实，也从未否认。舰载机是航空母舰最重要的攻击手段。尼米兹级最多可容纳130架大黄蜂战斗机或85到90架不同类型的飞机，但是通常情况下，尼米兹级的舰载机数量保持在64架左右。较为常见的舰载机配置包括24到36架超级大黄蜂战斗机、10到12架大黄蜂战斗机、4到6架 EA-18G 电子战机、4到6架 12C 或 12D 预警机，少量 C2 运输机或 MV-22 语音轻转旋翼机，以及6到8架 SH-60F 或 HH-60H 舰载直升机。尽管从尼米兹级的4号舰罗斯福号开始，后续的配置便产生了一些变化，但是较早批次的尼米兹级航空母舰在进行核反应堆燃料更换以及综合大修时，会根据后续的变化进行相应的设备升级，以适应现代化需求，
并力图将综合性能基本保持同一水平。尽管侧重于攻击任务，但是自3号舰卡尔文森号以来，尼米兹即便开始注重反潜能力的提升，通过配备更为先进的声纳系统，为舰载的反潜直升机提供目标指引。从尼米兹级的4号剑罗斯福号开始，尼米兹级航空母舰在结构上进行了一定的改进，例如增强了弹药舱的防护性能，提升了飞行甲板的品质，提升了安全性和防滑性。尼米兹级的10号舰布什号被认为是从尼米兹级到福特级的过渡产品，布什号的建造成本要显著高于早期批次，舰上也应用了更多新技术和新设计，包括改进的螺旋桨和船身结构设计、电子系统的升级以及对隐身性能的重视等等。当一艘航空母舰出动时，通常会携带大量随行舰艇，组成一个以航空母舰为中心的航母战斗群。美国目前处于运行状态的航母战斗群共有9个，其中8个都是以尼米兹级航空母舰作为编队核心。航空母舰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但是自身防御力相对较弱，除了容易受到各类反舰导弹的威胁外，航空母舰也很容易成为潜艇的攻击目标。美国海军的每个航母战斗群通常会配备1到3艘潜艇，6艘具备发射战斧巡航导弹能力，或搭载了美国宙斯盾系统的水面作战舰艇，以及提供后勤支援的物资、补给船等等。目前，尼米兹级航空母舰建造的10艘舰，全部处于服役状态之中。这10艘尼米兹级，包括于1975年投入使用的1号舰尼米兹号，于1977年投入使用的2号舰艾森豪威尔号，于1982年投入使用的3号舰卡尔文森号，于1986年投入使用的4号舰罗斯福号，于1989年投入使用的5号舰林肯号，于1992年投入使用的6号舰华盛顿号，于1995年投入使用的7号舰斯坦尼斯号，于1998年投入使用的8号舰杜鲁门号，于2003年投入使用的9号舰里根号，以及于2009年投入使用的10号舰布什号。其中，尼米兹级的前5艘已经完成了燃料更换和综合性大修，这一过程通常要花费3到4年的时间。尼米兹级的6号舰华盛顿号以及7号舰斯坦尼斯号，分别于2017年和2021年开始更换反应堆燃料，以及进行综合性大修。尼米兹级的设计使用寿命是50年，其中最早投入使用的尼米兹号和艾森豪威尔号已经接近退役时限。美国的计划是通过新一代的福特级航空母舰，以1换1的形式逐步替代尼米兹级。首艘退役的尼米兹级将会是尼米兹号，由于采用了核动力系统，淘汰尼米兹号所花费的资金最高可能达到9亿美元。美国海军正在对延长尼米兹级的使用寿命进行调研，可行性的方案是将整个尼米兹级的使用寿命延长到55年，以维持美国在航母数量上的优势。以上是本集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视频，欢迎您在今日头条和西瓜视频搜索武器沙漏。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